大家好，我是米拉爸。最近虽然才6月，但高雄已经热到不行了。原本是打算说7、8月再来看看顶楼最高温可以到什么程度，我再来7这个7。但是最近6月已经热到受不了了，所以我决定还是不要折磨自己，先上来7。现在还不是下午，但是已经有52度这么高温了。再来看一下不同地方，也是差不多52、53度，53.7度。原本我想说，之前房仲已经有漆这种比较浅色系的防水漆了，多少有点隔热的效果，我以为温度已经会下降很多，但事实证明它还是很高温。再来看看铁皮的地方，45、45度，看来水泥地可能晒更久，所以更烫。地面上还是有一些脏污，所以还是先清扫一次吧。再来量最后一次，58度，太可怕了。然后这是我买的冰冰漆，蛮所费不赀啊。终于打开了，冰冰漆本人。还有袋子，哇塞！它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稀好多哦，我以为是浓稠的，像乳胶漆一样，但它淡淡的像水一样，应该没问题吧？试试看，开始实作。真的没问题吗？不对，这样不对啊！不只是浓稠度，颜色也不对，这真的没问题吗？果然不出意外，还是出意外了。我就觉得那个稀稀水水的感觉不太妙。果然它是放太久沉淀了，把它倒回来重新搅拌，这个浓稠度才是应该要有的样子。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搅拌。我是在中午12点半开始漆的，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最热的时候开始漆？我真的是不懂。加上地面的反射，就好像有2个太阳一样。说实在，这个时候漆真的好像很蠢，但选这个时候漆可能是为了第一道可以更快干吧。总之，虽然我做了一定的防晒，但很明显还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。DIY 省钱归省钱，但其实还是非常辛苦的。
已经快超一半了，真的累到不行了。我连棍子都断了，太用力，棍子都断了。太热，一定要休息了。一个人真的不要自己一个人上来。好了，要开始第2轮的喷涂了。我本来以为原本的颜色已经算淡了，但是跟这个亮白比起来，真的还是差蛮多的耶。所以效果应该还是会有。那就来看一下到时候会怎么样吧。而且最可怕的其实不是表面温度，最可怕的是吸完热之后，水泥会在屋子里面持续放热到晚上。我持续测量过1个礼拜，大概在晚上8点、9点到10点间，房子内跟户外的温差都还有个5度，而天花板还会再高3度左右。所以室外28度的时候，天花板还是有36度。会想要漆隔热漆，主要就是因为顶楼下午到晚上那个闷热感，不开冷气实在是不行。所以找一下解决方法，研究完之后，最好一劳永逸的方式绝对是搭铁皮屋。但是一方面是要取得其他住户的同意，一方面预算也较高，所以决定先用其他的替代方案。然后我就找到了可以涂隔热漆这个方式。这个冰冰漆似乎就是隔热漆中最好的，一时间脑冲，没有管价钱就买下去了。隔热漆其实也有不少品牌，价差也很大，像是5加仑来说，在 Momo 上红牌大概2500，其他牌子也有4000块左右，而冰冰漆贵了2倍以上。我买的时候忘了搭什么活动，买到的价格是7425元。我猜价差主要是因为它号称的那个奈米隔热技术。等不及，先来个小测试。32.1度、30.6度、33度、46.3度，太阳都快下山了，但温度还是蛮高的。但说实话，最重要的还是室内天花板的温度。这是隔了几天下班后我回家的实测，室内温度已经有33.6度了，33度。然后这个房间的天花板之前测到的都是整间房子最热的地方，现在测的温度是34.6、34.4、34.4，哇，是真的有效诶。但说实在，即使是隔绝了热，气温就是这么高，还是必须要开冷气。但是少了水泥的持续放热，应该还是有节省电费。这次的 DIY 隔热漆实测就到这边咯，之后还会有其他的居家改造。喜欢我的影片，再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咪咪啦啦。